大家好，西方媒体对中国情有独钟，一会儿是中国威胁，一会儿又是中国崩溃，这样来来回回，让人搞不懂西方人到底要干什么。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这不，今天德国焦点新闻就转载了德国政府喉舌德国之声关于中国的报道。现在咱们作为吃瓜群众来看看是如何报道的。巅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一吗？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共产党开会的主要议题将是增长疲软。中国将有一天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几十年来，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他们问道，如果美国这个最具活力和生产力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被拥有 7.5 亿工人的独裁政权抛在后面，会发生什么？自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多年来抑制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预测中国何时将取代美国成为第一。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2位数增长，即使在那之后的10年里，经济每年仍以 6% 到 9% 的速度增长。然后发生了新冠危机，多重打击，疫情防控使中国经济和贸易陷入停滞。似乎这还不构成问题，该国还必须应对房地产崩盘。在鼎盛时期，中国的房地产贡献了中国经济产出的1/3。2020年起，对房地产开发商实行更严格的债务规定后，许多公司破产。据估计，有2000多万套房屋和公寓未能完工，或完工得太晚而无法售出。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受到与西方日益恶化的贸易关系的拖累。长期以来支持中国崛起的美国，在2010年代末开始遏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野心。巅峰是否已经达到？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1年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中国峰值。其背后的理论是，中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经济巅峰，暂时无法超越美国。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太多，企业和消费者的债务负担沉重，生产率下降，消费低迷和人口老龄化。除此之外，还有围绕台湾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西方国家努力寻找替代中国的贸易伙伴和生产基地。位于北京的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王文泽认为，峰值中国是个神话。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到2021年，中国的经济产出已经达到美国的近 80%。只要中国政府保持内稳外安，中国经济很快将会超越美国。此外，大量人口仍然希望从农村迁往收入和生活质量更高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即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目前仅为 65%。如果我们假设未来的城市化率为 80%， 这意味着将有2到3亿人迁往城市，这将导致实体经济的大幅增长。生产力去哪了？然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导致中国峰值论的问题已经积累多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洛伦·伯兰特说，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因为生产率非常高。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率的增长消失了，现在的生产率可能只有2008年之前的1/4。德国之声点评，这些所谓经济学家越来越离谱了。中国的生产率竟然只有2008年的1/4，说这样的话，可能连他自己都不信。事实上，即使现在，中国的生产效率每年仍有 5% 左右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机器人以及新生产线的使用就知道了。德国之声采访一个远在加拿大的所谓经济学家，无非是给唱衰中国找一个理由而已。这样对中国有半点损害吗？无非是为了麻痹西方人自己，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我们继续往下。中国观察家们原本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在下周，也就是2024年7月15日至18日的重要会议上决定一项全面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他们现在只期望
对高科技和环保技术等特定行业采取刺激措施，以及为养老金领取者和私营部门提供支持。目前，政府、公司和家庭的债务总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0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省市的债务。德国知识点评：近年来，在唱衰中国时，西方媒体喜欢把中国政府的债务还有企业以及私人的债务混在一起，然后弄出一个天文数字300%的债务水平。事实上，中国政府债务占中国 GDP 的比例为24%左右，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大概也是这个水平，其实属于相当低的水平。企业以及私人债务估计还不及美国高呢，美国那可是超前消费的社会啊。反观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他们的政府债务水平早就或者将超过125%了，日本更甚，达到220%，德国在60%左右，属于中等水平，但他们都比中国高很多。美国政府债务每年要支付的利息甚至超过美国的军费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文章。外国直接投资已连续12个月下降，仅2024年前5个月就下降了28.2%。在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生产新技术的同时，西方的一些贸易伙伴却在限制从中国进口。中国经济在研发、人才和一流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这些投资并没有以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方式加以利用。伯兰特说，习近平主席任期的意外后果。习近平主席再次将中国的经济集权化，国家主导了许多产业。根据中国领导层的说法，下一波增长应该以国内消费为基础，以减少中国对国外需求的依赖。然而，私人家庭正在一致消费，这也是由于医疗、教育和养老金的成本不断上升。伯兰特表示，由于房地产崩盘，他们的家庭资产减少了多达30%。中国问题专家伯兰特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开放的特点是权力下放。20-30年来，地方政府在决策中拥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伯兰特说，中国从这种自治、自由和激励机制以及私营部门的巨大活力中获益匪浅。2000年代末，私营部门仍占中国经济的近2%，到2023年上半年，私营部门仅占40%。而国有和半国有经济增长强劲。在美国财富杂志定期编制的全球最大公司排名中，大多数公司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平均利润仅为4.4%，低于美国公司的11.3%的利润率。中国是新的日本吗？人们最担心的是，由于所有这些因素，中国经济可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历了数十年高速增长的经济旗帜，并引发了巨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顶峰时期，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日本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1992年，泡沫破灭，天量资产毁于一旦，经济一落千丈。从那时起，日本一直未能弥补数十年来的滞后增长。中国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2%，是美国的2倍多。中国经济也早在2016年就超过了美国经济，至少在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不同的生活成本进行调整，并以购买力评价 PPP 衡量时是如此。在过去的45年中，中国的发展遇到了许多经济问题。财经专家王志刚说，然而，与30年前的萧条、20年前的高负债和10年前的房地产崩盘相比，目前的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好，朋友们，我们接着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和美国之间总是有来有往，有时是一方领先，有时是另一方领先。然而，这篇文章也忽略了债务泡沫，而这一泡沫将会爆发。届时，美国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窥见一斑。尽管有许多重要事实，但我认为这篇文章过于受反华情绪的驱动。下一条评论：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只有一个人在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没有讨论，也没有富有成效的争论，
只有顽固的执行最高领袖认为正确的东西。在民主国家，权力的更迭更能确保新思想得以实施，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得以消解。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可能的。下一条评论：中国排名第一或第二，美国排名第一或第二，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将在几十年内来回交替，印度也将参与其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所有主要投资机构的预测中，德国的地位将不断下降。在2050年至2075年期间，德国甚至会被印尼和尼日利亚等第三世界国家超越。下一条评论：除了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男性过剩，以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之外，每一个出国旅游的中国人都会立刻意识到他自己生活在一个多么糟糕的社会模式中。朋友们，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你们同意这位读者的观点吗？是不是每一个出国旅游的中国人真的像这位网友说的那样，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糟糕，也就是中国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模式？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在过去每年超过1亿人旅游，绝大部分估计99.9%都自动返回中国了？这是为什么？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可以感谢习近平的行动。从他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官僚，党的控制高于一切，因此他削减了强劲的私营经济发展。这些发展释放了过高的发展速度，促进了社会的自由，人们进入了快车道。但这些自由伴随其成长起来的新精英提出了反叛要求，习近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于是党又越来越多地掌握了控制权。这种影响扼杀了任何发展自由。我们从苏联帝国社会主义的衰落中吸取了教训，独断专横不利于发展的希望。习近平，继续下去吧。下一条评论：我已经说了很多年，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创下历史新高，并开始萎缩。据计算，中国将失去1半人口。下一条评论：又篇反华报道，德国政府为此给了你们多少钱？下条评论：即使你显然无法理智地看待这篇报道，既有支持的论点，也有反对的论点。下条评论：只要动动脑子，你也会明白这些事实。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创纪录的国家，无论在哪个领域，为了保持竞争力，这个国家的人口都会耗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也没有移民，谁会自愿去共产主义独裁国家生活呢？俄罗斯也有同样的问题，没有人会自愿将自己的生活重心迁往俄罗斯。与中国相比，普京也愚蠢到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消耗自己的年轻人。好，朋友们，这就是短短几条网友们的评论，但由此可见，这就是他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认知。你们觉得中肯吗？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